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万千宠爱你哈？谁将要宠着你哈？来，这三张牌哈，都是王者牌，不同属性，你可以看看你跟哪一股能量的连接最强哈。金币能量、宝剑能量哈，然后权杖能量哈。它的颜色有一些交错，但是没关系，你不用管这些，你就看图样的直觉。好，来给你一点时间做选择。好，如果你需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哈。那我们不啰嗦，就开始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今日的题目是谁将万千宠爱你哈？谁将要万千宠爱你？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基本的能量的发挥哈，发展哈。来，我们先把最主要的金星能量翻出来啊。来，水星能量好，来这个起点就是，来我们再把其他的能量哈，其他星群的能量翻出来，我来做一个慢慢的看看它这整个方向性是怎么走哦。好，来哈。我觉得牌面的发展很不错哦，牌面的发展很不错。你们其实会有一个很不错的开场哦，互相喜欢，然后互相很有感觉的那个开场，还不错哈。这边有一个很浪漫的开场，互动也不错哈。两个人我是在想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关系吗？还是什么？我觉得你们从一开始遇见哈，无论在一开始遇见的时候有没有直接往爱情的方向走，那个都不重要，而是当你们开始相遇的时候，那一条往爱情的路径就开始了哈。旁边有很多的能量在帮助你们，这一组比较依赖旁边的能量，旁边的朋友、旁边的环境、旁边的好事。好事有时候一直在连续的发挥哈，然后你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好像就有一种可以往更远的方向行走的那一个默契，那个心理的默契哈，并没有说出来，不会两个人告知彼此，而是看到这个人就觉得你跟这个人好像有一些牵连，各方面会往比较远的方向走，所以你对这个人其实有产生某种安定跟信任，然后也有一种安全感都有出来。远方真是，无论是理智、直觉、感性的判断里面，都觉得眼前这个人还不错，而且这一个人应该跟你现在的世界、想法、各方面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里应该可以排除工作上吧，我们等一下再翻。因为他会带领你去前往一个新世界，你光一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种为什么他说的话，他讲的内容我都没有听过哦，没有听过，都很新奇，心里因为这张牌的关系，会有一点点觉得跟他有一点距离感。可是又因为这张牌的关系，战车牌的关系，会让你觉得我好像可以到达某个可行性的终点，可以拾取某种东西。你内在的智商、智能、智慧，在交织着告诉自己说，我的判断是有远方的，是有终点的，而不是无限的，不是缥缈的，是有着实的核心，是有我可以追求的某种能量。在这张牌告诉你们说，在比较强的能量上，好像为你开了某一个门，爱情的门。而你们两个在交谈的时候，心情上有一种互相开启了什么，灵魂上的升华，互相开窍了什么。然后谈论到生活，谈论到比较现实面的时候，又真的好像听了一则完全没有听过的故事，完全没有接触到的逻辑。就你听他的故事，他听你的故事，都觉得我们是不同的世界，或是平行的世界，可是我们却有雷同的想法，好像也有相同的世界，但是心里会觉得说，怎么可能？
我们是完全不同领域、世界、时间轴、背景，所以这组我没有觉得距离远到你们是来自不同的国度，可是你们会真的觉得，为何好像两个很近的人，却拥有两个不同的文化的感觉？这组我不会说你们会在一开始就一拍即合、一见钟情，主要是因为这张牌在了逆向。好，在整个能量上，我觉得逆向、深沉、深渊、难以触碰、孤寂、呐喊无人听的位置，所以我才说你们的协调性不强，反倒是附近周遭有非常多的连续的幸运、连续的默契、连续的凑巧的吻合，让你们突然觉得，我们是不是该在一起？我们是不是很合？就在前几次，甚至第一次就有了。这是你们两个一开始的感觉。但是以这张牌来说，愚人牌在的这一个绝对理智审核、审判、判断的位置，它必须充满着所有经验的总和的位置，告诉我这两个相搭配了都有一种深远探索、往更远的旅程。这两张牌的搭配告诉我说，你们一开始的感觉很深刻。感觉也不错，但是你们立刻就在一个默契上决定，两个人要慢慢的走到那个位置就好了，不需要急，也不需要冲刺，因为你们心里有一种连结，就像我刚刚讲的，即便陌生，却觉得能够走到比较远的远方，这就是两个人的默契，所以不急，慢慢走就可以了这里绝对的感性、绝对的理智都这样告诉你而且你们两个一遇见的时候，就有一种离开、脱离了现实生活的某种灵魂升华的感觉，好像要进到一种超现实、梦幻的境界的一扇门有为你们打开，所以你们会把自己拉回去，好像很现实的思考这一件相遇。所以你们在第一时间不会立即认为这是一见钟情的时刻，这是一个极端稀罕的浪漫时刻，你们不会这样觉得。因为你们在很快速的就把自己拉回理智，不会进入那一个爱情泡泡里。很奇妙的是，在你们两个人的对话里面，理智的程度就往上升、上扬。我觉得这是你们两个能量跟灵魂的碰撞所产生的一种立即性的生存反应吧，有可能。但是我反而认为，是因为对两个人的存在感有某种程度上的认定，觉得这个人已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他不会不见的一种肯定、认同跟确定性，让你们觉得，反正我不用把握现在，他还是会着实的存在在我的生命里，已经是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再继续看，那这一组牌讲的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轴，等一下我们要翻的比较细节，可能是其中一段。那我们的频道会专注于你们认识前后的这个范围，然后再帮你翻看看比较远的路径，来，我们先收，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牌的好，来，今天比较特别我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翻我们还是一样，先翻第一组，你们两个现在认识了吗？这张，认识了吗？然后现在彼此距离的一个连续状况。好，那再来，今天要从特别的角度翻我先从你们的节奏同步率是否在一个行走的道路上，灵魂的距离好，再来还有一个是共通性、优缺点看吸引力的程度先从这里来，阻碍我们先从这个位置翻看一下，我看一下这里同不还有一个这里也会翻一下好了，平行世界的寻找另一个自我这几班，好，这几张牌我就先翻。我先看一下你们的所在范围火，3种火能量
我很想说，你们应该还没有见面，因为这三张牌没有事件的连接点，但是因为它的火能量已经开到极强了，所以我认为爆发点出来，你们已经有遇到了，你们已经有遇到了。然后这张牌圣杯九讲了我刚前一组牌讲的核心，就是你们立刻发现你们在仰望彼此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组牌我刚刚是不是说来看一下是否是平行世界找到了另外一个自我，就是平行世界的对看。这组牌确实，这组牌有强烈的仰望、对看、羡慕、想成为敬佩也可以。这个能量有非常多的诠释，所以它是一个远距离遥望的感觉。所以你们，我认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强烈理智上的把彼此的距离先拉开距离，因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应该觉得有点太近了，无论你或他。通常我在讲的时候，不一定是你这边都有的反应，而是他那边通常都会有极强的这个反应。可是我都会讲你们啦哈，因为我觉得通常都有一个同步率，我都会觉得在遇见的时候，心灵上的感受会有一个同步率，这边就有。然后再到这里哈，极端的去讲所谓的同步来说，他说你们的默契跟直觉感受上的对谈上就有一个很强的同步率，非常高的是情感上的。所以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你怎么感觉到他，他就怎么感觉到你，而且是一种被土能量局限起来，是有理智的直觉，有理智的情绪，它不是大量宣泄的、澎湃的，你收不回来，像瀑布一样没有。好，这两张牌都是有一种旁观者土能量被局限的，有冷静的，有条列出来的情绪。所以你们确实在这里哈，至少这三张我都觉得你们立即在很有感觉的时候把彼此的距离拉开，这不是一种欲擒故纵，这是一种理智的判断，而且确定性非常高，确定你们两个出现在彼此的生命里。这句我可能在这样会一直连续讲哈。那这两张说你们的生活范围，我觉得已经在附近拉不开太远了。当你们开始接近之后，我觉得我们就退到就讲它就好了。它对于你的存在感、你的 po 文、你的发的照片、限动各种，不管你发短语音各种，他都会非常注意。然后他会敏感的想要在你任何会出现的场合，他也要去凑上一脚，他也要出现。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你们应该有共同的朋友圈，有相同认识的人。有这张也说，在一个有被局限的火能量里面，它是受控的。所以你们除了他知道要去哪里找你的范围里共同的朋友圈，你们的生活范围、时间表还出现了非常高度的连续巧合。你们彼此的能量有在第一次接触之后就有一个连结、捆绑、吸引到，所以你们对于整个空气的意识的流动的走向有一个对趋势、对喜好有差不多的感觉，所以你们会在差不多的时间去某个区域，东西南北，会想要去哪里购物，会想要去哪里吃饭，差不多，所以你们巧遇的几率也算高哦。好，那我们回到这里哈。灵魂家族的距离竟然给了一个绝对家族的派，金币是，所以你们在灵魂家族或是宇宙打散的灵魂分布来说，你们永远都在附近，你们在很靠近的位置。可是到这张牌的时候，我会说，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彼此的熟悉程度、契合程度、理解程度、容忍程度、包容程度都非常高，所以我刚刚前面说，你们会很像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的相遇，却觉得很多事情都很契合、很熟。主要是因为你们在灵魂交织的角度比较像兄弟姐妹。兄弟姐妹有很多性格上，我们从这个背景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即便是双胞胎，本质上也是因为时刻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所以兄弟姐妹的灵魂的概念就变成说，即便你们永远不同，但你们的方向是一致的。
你们有一个核心价值，好，在一个非常良好被保护照顾的一种完整家庭里面的那一种温暖、温馨、温柔的爱里面，你们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这就是你们两个灵魂的那种寓意。所以你们两个完全不同的灵魂相遇，带着完全不同的性格背景扣在一起的时候，互相契合度、包容度，能融洽在一起生活的可能性几率都非常高。所以你们其实是非常融洽的，再加上情绪上的控管各方面同步率都很高，所以你们这一组目前看起来只有表面上看起来的不合，其实当你们快速的接近之后，那个融合的合适的程度就非常高了。我觉得那个节奏相处的节奏都非常好。我来看一些这边都是而且你们还有完全没办法猜想到的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的创造力的潜力。也就是说，你们可能会一起开店，一起开公司，一起赚钱，一起去旅行，你们会去创造一些新的人生的方向路线，是你原本单身一个人的时候不想创造的，也没有想过的。那这张宝剑八是逆位的，我就会觉得它坏的东西减弱了，你们的自我减弱了，在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自我渐渐的减弱。然后对于彼此的不同的相异的渴望的好奇的新颖的新鲜度就慢慢的加，反而自己两个人都会互相越来越不捆绑自己的坚持自己的韧性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原则，慢慢的松绑，因为跟这个人在一起才会慢慢的往上升。这是你们两个的一种逆向，同时逆向就顺向了啦的一种概念，你们两个都是这样好，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一组的相遇，各方面的契合度，各方面融洽度都，我觉得算很另类的完美。你们从一种类似负负得正的概念里面，成为非常高度契合的一组然后我们来翻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好。这里说，当你们两个越来越靠近的时候，精神面跟智慧面会呈现一种高度的结合融合，所以你看完全相同他在讲说，你们表皮上外在上的东西，死亡之后无法带去的东西，看起来是不同的，完全两种世界的。可是那些超脱之后的灵魂的精神面、智慧面是会在你们最接近的时候完美结合。你看，完全是一样的路径那这张牌说，你们要在一起，你们会不会在一起？其实会在一个非常慎重的决定里面成为关键。这个跟我们刚前一个翻的一模一样吗？我刚刚是不是说你们两个人会不会在一起是经过一个审慎的选择跟判断之后决定的，对不对？他这里的意思是说啦，你们的契合度并不会直接决定你们要不要在一起，你们只会非常契合。所以这份契合会让你们像家人，会让你们像 soul mate， 会让你们像最好的朋友 best friend， 有可能，但他没有一定要直接走向爱情我这边讲了这么多的契合度，只有说你们在生活生命上是非常契合的。那这边指出了要进入爱情的关键点是一次非常严格的决定之后才会进入。所以我想你们这一组是一种很理智的判断之后的对谈里面，两个人会说，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在一起呢？要不要决定在一起？这样它不像一个告白，它像一个讨论，它像一个有默契的决定。这是你们这一组的浪漫看似不浪漫，但其实很浪漫，表示前面的默契根本都已经到充满的地步了啦那倒吊人牌在阻碍的位置出现，深渊逆境的位置出现，跟前面的节制牌出现在差不多的位置。必须说，你们从非常有默契到认识到进入到爱情这一段其实你们会对彼此非常好，你们甚至会为彼此做出类似牺牲的付出，但是这些都不足以立刻让你们进入爱情。很奇妙你们会用非常紧密的关系生活在一起，或是成为很好的关系，但是要进入爱情前，
会发生非常多类似的东西，才会让你们进入爱情。我刚说这边审视的决定嘛，其实你们在决定要进入爱情前，两个人已经对彼此非常好了，已经有非常深厚的基础了。所以这里跟前面的牌都说，进入爱情的这一段会拖一下，没有那么立即进去，会比较久。所以如果选择1号牌，你渴望立即进入爱情的话，这一组不会。但是你们在进入爱情前，会享用一段非常美好的关系。来，这里我再帮你们确定一张。好，这张牌是非常高级的牌哦。这张牌是非常高级的牌。我问了为何要拖慢时间，他以炼金的角度来说，有7种重要的智慧，你们都要学习。有7种重要的智慧学习，哪7种我就不说，因为他可能有所谓的信任啊、忍耐啊那些的啦哈。那我就不说。但有7种的智慧，在你们前面的这个关系里面，会学习到、体验到，然后确定彼此的重要性，才要进入。所以它比较像是一种任务型的。进入爱情前，好像有一个任务、有一个挑战、有一个关卡、有一个集合、有一个收集，玩满了再进入。你们两个彼此的确定性稍微高，所以这组我觉得对我来说看似另类，可是是一个完整健康的爱情的路径啊。好，那这个深的部分我们先讲到这。来，我们来翻一些现在周遭环境的话，它在哪？它靠你很近吗？谁会成为媒介啦？大概在哪里会变得比较真正的认识什么样的场景？借由朋友嘛那些的我们来翻一下看看有没有讯息目前这里已经说非常近了，你们还有非常多的连续巧遇，生活的时间轴、时间表、生活的环境其实都已经很近了但是目前看起来是不是在工作上，是私人私下的朋友圈生活来指引的路径，桥是。时间，好，近的路径，远的路径，阻碍，沉浮，深海底的讯息，通路，现况，我们就看这些，好，有为你们做桥的人、贵人、朋友圈都有，所以尽情的去跟朋友出去他就在这群人里面那阻碍你们的事情，有竞争者，我只能说偷偷有竞争者，但影响不多。然后有喜欢你、有喜欢的人都有，所以其中有一些小小的猜忌，有一些小小的八卦、传言影响，不要被影响太多，那都是小小的为了要阻碍你们两个顺利发展的一些小谣言。那些都不太真实这边有说如果真的有这种，表示好事要来了这边给的讯息是这样，因为这里我要问的是好事情发生在哪里？他说好事情发生在谣言起来之初，所以你们之间有谣言，他有谣言，你有这谣言，就表示你们两个非常相近了，你们两个相遇遇到，成为更好的关系的。能量就差不多出来了，他会在你们认识之后，会再出来认识之前都会有，所以你可能会依稀听到谁的谣言，然后你不知道他是谁，然后未来将会直接認識他，這個就是一個很奇妙的好事的出發點，可是他會以一種壞事、負面的能量出現，可是它是一個好的訊息。好，那時間來說的話，好的時間點被拉走了，這裡我覺得。寶劍皇后對我來說是有一些比較腹黑的能量如果我要問他好事好時間，我覺得被他偷走了，所以沒有確定的好時間，沒有特定的時間。以時間來說，我們等一下用天使曆法牌來幫你破解它，去把它翻出來所以時間來說，再等一下我們看天使曆法牌就好了。那遠近距離來說的話，這裡破解了，沒有分遠近，只有分好壞的時機點。如果你近期或是他的話，我們就不得知。我只能說你的話，如果你最近有一些難題，有一些壞的事情，有一些挑戰吧，不要說壞的事情，有一些挑戰，生活的挑戰、工作的挑戰都算。然後你需要努力去突破，然後突破了。如果你現在處在這個關鍵點的話，那表示你離他
也很靠近了，因为这边有一股能量说，以绕路的远距离的路径来说，如果是这个路径来说的话，你会先遇到一个大阻碍，然后它的出现就在之后。所以你最近如果有遇到事情的话，那可能就走这一条路径。那另外一条路径就是你会从你的老朋友、认识很久的老朋友之间，成为重来哈，从你的老朋友带领你去一个新的朋友圈，或是旧的朋友圈都无所谓，老同学朋友圈这些聚会、朋友关系圈里面遇到他也有可能。我从这里看到了一个共通性，这个人跟你认识的人也认识，他在你的朋友圈的朋友圈好一阵子了，而且还蛮久的，只是你们从来都因为距离或是时间不同步或是没有靠近，而从来没有认识。所以你认识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应该会有这个点，就是原来你已经认识谁谁谁很久了，只是他一直在外围，从来没有进来。他不是一个全新的人进来你的朋友圈，或是你认识的朋友这个圈子，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你很晚才认识的该认识的人。这里是，所以这一条路径很明确哈，都在跟你说，这个人要认识，就是在你的熟悉的朋友圈里，方向是这里，路径是这里，都是这边魔术师牌也是。我只能说，魔术师牌早就给你暗示，或是给他暗示，你们彼此就在彼此的朋友圈。可是因为他逆位了，他能量一直落在错的位置，所以你们常常会出现什么状况？他可能先跟你的朋友遇见、约会、吃饭，然后你的朋友下一个约会见面才跟你，你们通常都有这样子的错过。间歇性的变成一个轮流，一个前后，你们常常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本来好的能量让你们聚集在同一个区块、时间点或是空间点，但你们都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落点上面。这里看出来，原来是因为能量的乱射、能量的不集中，产生了虽然有同一个方向、同一个路径，可是却没有遇到的一种可惜、一种遗憾、小遗憾。好，我是比较倾向于比较有可能发生的是，近期如果有遇到一些有点像水逆状态的朋友像水逆，我不是说水逆是感受像水逆因为我觉得水逆这个形容词比较好形容你们的阻碍的感觉了但我不是太直接用水逆来形容，我只是说感觉像你们平常所理解的水逆的状态的朋友，如果你最近有这种感觉的人，我觉得你反而更靠近他，所以你要尽情的出去跟朋友出去他真的就在附近。我觉得从整个能量连接各方面，他真的就在附近。这组不缺你们契合，或是你们不同，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出在你们很近，却一直没有很靠近的一对一的对话。当你们很靠近一对一的对话，就要进入这一个寻找9个智慧的旅程了。那这段旅程就会开始好，这组牌我很喜欢它出现，因为这组牌一出现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确定这份关系的健全、健康、完整性的一个路径。因为如果牌面上给了一个任务条件的话，就表示促成的几率非常高不过这里我还是要偷偷跟你说，这组因为你们的契合能量非常高，再加上你们灵魂角度是兄弟姐妹家人的，有极高的几率，或是说有很大的百分比，你就把几率分成3等份吧。Best friend、soulmate 或是 lover 3种都有可能都有可能。但是我必须说，成为恋人也会集合这3种关系。好，所以我常常说3种我们要怎么分呢？33%，那多的那1%是什么？就给爱情。所以爱情能够包起来这3种关系是非常有可能，这个是极大的幸运值。从这组看到你们的融洽程度，
然后再回到今天的题目，你们是互相宠爱的啦，你们是互相宠爱的，彼此的心灵各方面的能量都非常强哦，非常强。但是它不是一见钟情，或是第一天见面就立刻坠入爱河，不是这个，它是慢慢的建构起来，完成7项智慧的收集，进入了一种非常健全的关系。所以你们的甜蜜、你们的热恋期、蜜月期可能会在后面发生，在这一个关键性判断之后，决定要在一起之后，进入热恋期，进入了爱情更进一步的关系。你们这组是这样了。我觉得很不错哈。来，我觉得这里有一个东西，我再翻一下哈。这里有2个，我看一下，我把它定义起来哈。好，很好，好，它完全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题目。我先讲这里，这里说哈，这里是整个关系的起点、起初点。这里就说，他在说这一对、这一组应该是处在完全二元性的可能。他这里哈，在很早很早，在你们相遇之前的牌，这应该是你们相遇之前翻出来的牌。他说这是2个二元性的可能吧，就是说这一组应该是完全不同的2种本质架构。这边其实就已经做了暗示。所以如果我们在整组牌，我们最早先翻出这张牌，我就会跟你说，这个人跟你是来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我会这样跟你说。但是因为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所以产生一种绝对的协调。因为它那个对称性是必要的存在，这是你们2个的吸引力跟魅力的核心了。那这里出现了一个学习任务选单，这里说你们的相遇或是在确定爱情之前，会同时让你们回想到之前你的恋爱的过程。所以当你们在这章确定要在一起前，你们也已经进化了、审视了、反省了之前所有的恋爱的状况跟优缺点，然后才发现说，这一次我要好好的把握，把所有的反省跟修正都改变完之后，7种智慧的学习之后，才决定进入爱情。其实这就是一个前面确定爱情，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流程。这是你们必经的这条爱情必经的路径了。那期待一下吧。来，我们来看这里哈。时间点，宝剑皇后，我认为他把好的时机点偷走了，讯息盖掉了。那我用天使历法牌来破解，看看有没有2个很好的，你们2个能量最好的时间点。但是我这里问的时间点，不是问说你们2个进入爱情，或是你们2个第一次见面的时间点，没有。我要讲的是你们2个能量最靠近的好的2个时间点。那你可以参考这2个时间点，多跟朋友出去，让你们2个的连结很强，以促成你们2个有很强的互动，或是去感染你们附近的周遭的人事物的能量，把你们2个做牵线也可以。反正这是你们2个能量最靠近的2个时间点。来，这张很亮哈。这张说的时间点是4月初。好，那我再找一张跟这张来。好，这张讲的时间是9月第3周之后。好，就这2个时间点你做参考，好，就不讲太多了。反正这个天使暗示的2个时间点就这。再来，我们翻3张动物灵卡，给予你现在或是这组牌的3个心灵上的建议。但通常啦，动物灵卡翻出来的都是你最近的建议啦，看给你参考。来，第1张哈，最近你有不错的魅力无论是工作上、人际关系上都不错。所以如果你有任何主意要跟大家提说去哪里玩，或是公司上有些提案你想要提，尽量提。你最近说话很有说服力，很有领袖魅力记得要把握。来，这张牌还有很强的火能量，好好善用这个时候的火能量这个火能量是正向的，能够帮助你领导大家，非常有魅力啦来，再来是这里这里讲的是说，最近你会有一些零星的小小的桃花，但是那都不是正缘，只能说一些零星的小小的桃花。
所以最近你可以去享受一下被人喜欢的感觉，我觉得跟这个领袖魅力差不多了哈。你会得到一些看起来像崇拜的暗恋啦，但是那我觉得都是基于一些粉丝跟崇拜的感觉，那都不是正缘的能量哈，因为我觉得这个能量不是往那里走。动物灵牌我觉得给的那个能量都不是正缘的能量，都是一些比较旁边回荡的好的 buff 的正能量哈。好，再来。这里讲的是说，最近有一些幸运的事物在你周边盘旋，但是这个幸运的事物比较类似疗愈你身心灵的好事。那如果你相信有一些什么幸运小物、幸运颜色，最近可以多利用了哦，好像是有所搭配的，因为最近命运之轮的能量也在这里环绕哦，你可以抽奖吗，或者什么？反正你最近有一些关于幸运的事情，你可以多做哦。能量附近最近在比较靠近你的位置哈，然后甚至有幸运的贵人在你附近也有可能会出现。反正这张牌的好运能量很强。好，那其实这3张牌都是很好的好运哦。好像会有零星的爱情也是一个好运，桃花就是一个很好的桃花上来哈。幸运值也上来哈，魅力值也上来，所以这3张牌都不错。所以选到1号牌的朋友，你最近很旺哈，我只能这么说。好啦，那1号牌就这些哦。我尽情的跟你讲很多哦，因为其实我觉得这组牌还蛮难能可贵的出现哦，它的完整性很强，可是主轴是走在绝对理智的核心，不是绝对浪漫的，所以你不会昏了头。你会很理智，可是这个很理智有一个缺陷，会把爱情的结果拖慢，还有可能会过度判断而错失了一些只需要浪漫的奇异点。就这样，那你慢慢体会这句话哈。好，那谢谢你们来听哈，那祝福你们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2号牌的朋友。2号牌的朋友，那我们先从一样，我们一样啦。我们最近都看这个趋势先抓一个方向，然后第一组牌跟第二组牌有的时候会非常契合，有的时候会完全走不同的方向，那就表示我们找到2种路径，我们就有2种期待。那也不错。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大趋势的牌怎么说哈。来，这组先。好，我们先把核心的金星能量拿出来。金星能量已经先出在节制牌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好消息，就是一个非常强的好消息，表示说整个爱情的能量会让你们从非常和谐的状态、非常调和的状态，还加速着让你们的感情升温。所以应该会说，首先它还蛮符合你所期待的爱情模式跟爱情故事的发展，蛮期待的，还蛮像的，还有一种是，当你们2个一接近的时候，所有的爱情的路径会照着你原本想要走的方式往前走，不会有太多的意外，不会有太多的阻碍。好，来，我们再把其他的牌翻出来。然后这边说，你们的比较大的一点缺点是挖掘彼此内心真正的声音，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那你们真正感情有一些比较关键处好像在于有人的心意上是开始想要为对方有所牺牲的时候，感情的浓度才会往上升。我看一下这组你们在心灵的契合上、连结上、交织上比较强烈。你们彼此的强烈的吸引力是来自于心灵的连接，而且是有深度的、有智慧的。你们彼此不喜欢愚笨的，你们需要机灵的、聪明的，大概是这个方向。内在喜欢的东西、向往的东西、想要走到的未来，这种主题达到契合度，让你们2个觉得非常有吸引力对，也觉得彼此非常有默契。你们是这个角度上做结合的。
然后在水星又落在灵魂的角度，神秘你们算是一种看似一切都是非常着重于直觉的，也很着重于身心灵的灵魂的契合度，你们非常要求这个，你们不喜欢木讷的、缓慢的、愚笨的、不敏感的相处世界，两人世界，有一点点受不了对方对很多事情的不够敏锐，还蛮着重于能够比较能猜到心思、心里的话语的这种能力。刚好这个人拥有这个能力，然后会讲一些比较难的，也许神秘主义、比较高智慧的譬如说什么扬升啊、显化吸引力法则啊这类型的这个话题在你们之间算蛮着重的。这部分的默契达到共识，达到互相的投射、猜想都能够达到比较高的准确率的话，才会产生比较强烈的吸引力。这是你们这一组的特色所以才会在进入爱情前，为彼此更多的付出，甚至为对方改变一点点自己，都无可厚非，都很愿意所以我才说，当你们要进入爱情前，为对方、为彼此想要有所牺牲的能量出现的时候，就差不多接近确定关系的那个阶段了。灵魂的深度、灵魂的品质要求的非常高。但我跟你说，也因为这样子，你们两个进入确定爱情的这条路径有拖慢，变得比较深远，因为要求变高了嘛。但是整个看下来，这个旅程是受到很强的正能量的照耀，所以看似要求很多，看似吹毛求疵，可是整个过程都觉得还不错，至少有往自己想要的相处、爱情方向发展。不算一个轻率在一起的能量。那这一组2号牌跟1号牌的路径方向都一样，前面要确定很久才有。可是1号牌走的是绝对理智，2号牌其实有非常接近绝对直觉，绝对直觉，绝对感性都有。所以1、2号牌完全不同那是非常有趣的看似理智，可是却相信绝对直觉，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种结合状态好，那我们往下看。我们往下看看你们两个的现况。好，来，好，这样子的话一样。今天特别一点，我先从灵魂的契合角度先看一下两个的能量结合因为我觉得似乎非常非常集合啦，两个人非常集合。好，我先来看这张，你们已经认识了吗？好，附近盘旋的能量，连续巧合的能量。来，我来看一下。认识咯，算认识咯。而且你们的认识方式很特别，在一个场合，以一种陌生人的角度、陌生的朋友的角度也算等等我来看一下这里，我先把这两个翻起来，我再去看灵魂的位置。你们是在一个朋友的聚会的环境里面，以一种陌生人的角度遇见，然后却直接的去认识彼此，无论是你跟他都有。因为在第一次见面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种很强的认同感跟默契，觉得推动自己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跟这个人互动，我一定要跟这个人对话，所以产生了第一次的互动。我说的我一定要，也许是他想要对你，或你想要对他都有，这个是双向的是同步的。我没有特定讲谁我讲的是那个情况。那你们在第一次的见面就有很好的对话，而且你们讲一些我认为很缥缈、很遥远、很神秘主义、身心灵，就像我刚刚讲的很难的智慧的，比如说扬升啊、绝对吸引力法则这些一般人不太聊，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主题，或是有点鄙夷或是有一点点不屑，不太难以深入我们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只是还没有产生兴趣，
不代表他们是真正的厌恶，我都会这么形容哈。我只能说这些很难的主题，在一个朋友的聚会场合，你会直接去找他，或他会直接来找你，然后聊就往这主题去聊，表示你们内在的水能量还有一些默契能量就早就已经产生了。这里的牌非常好，它有一种直通的路径。如果这个是水更好啦，或火更好，但是我觉得这已经算非常好了，行动力很强，所以我说你们应该已经算认识了，而且会以一种非常交心、非常投缘、主题默契非常强烈的一种起手式来做关系的建立哈。那我们先不管这是7号的权杖，我们就先讲它是火能量，火能量非常强，所以你们会在一个非常多陌生人或是非常多。我觉得这情况比较像是说，你要去拜访一个朋友，或是你受你的朋友邀约，或是你约定好去见面，然后去找。那这一个朋友有一点熟悉，然后你到了现场之后，发现有其他人，不是只有你去，你会发现你会认识其他陌生人，然后就在现场你们两个彼此就有蛮好的话题，就开启了，然后印象就开始出现了。建立了，存在感也都出现了，不会只是介绍说他是谁谁谁，然后就换过了1-2个礼拜的时候就完全换过了，不是这个关系好，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再来翻。我们先把其他我今天想翻的深入的题目翻一下哈。来，你们是平行世界的2个自我吗？来，你们的各种能量的同步率如何？第一次见面的状况，宇宙灵魂家族的位置，行进的路径是否一致？绝对的相同的点落在哪里？深渊里的阻碍跟小声音讯息在哪？来，我们看这里就好了。这边说，你们不算是平行世界在寻找另外一个自我，你们在很早就走在同一条路径上，你们人生所向往的行走的路径是一样的，所以其实你们是在同一个世界，只是还未遇到彼此而已。所以才会说你们在遇到的时候，对于身心灵啊、内在灵魂的对谈需求很强，所以其实你们就一开始就在同一个路径上。同步率相同吗？这里说你们的爱情经验相同。你们之前所受到的爱情创伤或是感情上的创伤雷同，这里讲的不一定只有爱情，他讲的是感情，就是说有可能对于失去宠物啊、失去家人啊，或是你们的家庭背景不同，可能是单亲家庭啊，类似啦。我的意思是说有这种创伤啦，并不是说只有单亲家庭在这一组遇到了，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在某种感情上的不完整，你们有类似性。所以有可能是爱情，有可能是亲情，也有可能是友情，甚至是友情，可能有朋友背叛啊，或是有朋友消失啊，或是有朋友离你们远去，但是都没有再出现这种感情上有所创伤的点，你们很雷同，所以你们产生了非常不错的交集。那你们的第一次见面的同步率高吗？契合度高吗？我觉得你们还是处在一种遥望彼此的状态，觉得对方不错，但是有刻意的不要这么近。虽然聊的话题很身心灵契合度很高，题目也很近，但是总有一种心灵上觉得有点远。我们讲很多话都很契合，可是灵魂上有点远，很奇妙的一点。然后这里讲灵魂家族的距离出现了权杖8，你们两个像什么？你们两个像是遥望流星的感觉。一个在地面遥望一个自己许愿的流星，然后会觉得那一颗流星是属于自己的，这就是你们灵魂的距离。你们内在心心相印，可是却觉得离彼此很远。这里都像，这里也是一种彼岸的遥望所以你们跟上一个牌阵讲的一样，你们有很多的契合，心灵各方面契合度也很高，要求也很高，各方面都很契合。可是要走到确定爱情前面这段路要走一阵子，它有很多的确定才会走到，可是都是心灵上的、直觉上的确定，所以才会说你们在过往的内在的情绪上的创伤很类似，这边都有创伤跟伤心的东西都很类似，然后
才会到了我刚刚说的，到某一种很想开始为对方付出、牺牲、改变自己的时候，才会开始进入爱情。表示前面你们有一种默契，是不敢立即的进入爱情的感觉，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的许愿流星出现的感觉。心里许愿了，流星也出现了，好像确定你的愿望会成真，可是内心有一种不现实的感觉。这就是你们的关系。可是明明这个人是扎扎实实的一个现实具体的个体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可是内在还是有一种不现实的感觉。那是因为你们的默契点都在一些直觉的、身心灵的、神秘主义的这个东西，所以你们会有一种像空的，外表看起来是很实体的，可是却内在觉得是空的。可是那个空的又不是什么都没有的，而是一种空的，然后可是是无宇宙的，被包覆在一个实体的空间里面的一种感觉，好像两个人的内在有无限的东西需要去探索，才会让你们两个的心很靠近。所以你们两个会有很多的聊天，很多的话题，很多的，我觉得蛮虚无缥缈的对谈。可是因为这种对谈不着边际、不切实际，才让你们两个很有话题、很有吸引力。这样，那这里你们两个的真正的吸引力，这里跟这里讲的都一样。你们早就走在同一条路径，可是要肩并肩的，或是并行着、互看的往前走一段，还需要再走一段路，才会走到确定爱情的那个路径啦。只是你们这一段路一直不断的确定的是心灵是否一致，心灵是否是同一个世界，心灵是否能达到高度的默契，才要在一起。好，来，未知，你们的感情对于真实世界、现实世界该走到哪里是一种未知的，而且是一种很未知的。所以你们两个到确定爱情前，都还很难去确定我们两个的未来应该会走到什么样子的模式，爱情模式是什么。所以前面有非常多的对谈或什么，可是这样讲起来，好像你们进入爱情会很慢，可是它终究会进入爱情呢、因为你们花了非常多时间确定内在直觉的东西。对我来说，你们只是这个路径模式很特殊啦，不知为何非常高度的想要确定灵魂的价值。可是很好，因为很多种路线，很多种爱情的路线都是选生活，然后再选生活，两个人生活相处上契合度非常高，才慢慢发现彼此内心有很多东西都忘了去讨论，忘了去谈论，然后常常在一些僵化的生活里，才发现彼此的内心是空虚的，发现内心有很多真正的声音未表达，而无法表达，或是难以表达了。可是你们这组反而倒过来，你们确定了很多内心的声音、内心的痛苦、内心的价值之后，才决定好，那我们可以在一起，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这组也不算是一种绝对浪漫可是是一种绝对直觉、绝对感性。那这份感性不等于浪漫你们这组比较特殊所以你们有可能会对身心灵的东西占卜啊、水晶啊、宝石啊、矿石啊这类的东西，会成为你们的主要话题，会成为你们两个去探索世界的那一条路径。从这一条路径上去延伸出各种别的新的兴趣会有。那你们这组的节奏慢，但是很神秘、很有趣、很隐晦、很夜晚好，是一种特别的风格、特别的路径好，来，那这里内在的东西讲多了我们来讲这里刚刚说你会去因为一个朋友的拜访或什么，然后认识他嘛来，我们来看一些更实际的远的路径近的路径，远的路径深海底的讯息阻挡的石头讯息，那个门路还有现况。好，有好消息。现况来说，对于你们两个的相遇，已经走到了很不错的幸运点了。所以近期来说，应该已经会有一些邀约，会有一些
崭新的朋友圈的认识，会让你们认识这条直通的路径，最健全路径已经这么说了哈。所以最近有朋友的邀约就去哦，他应该就在附近出现，因为这2张牌已经非常强而有力的告诉你说，中段的这一个不偏不倚的路径已经有了啦，所以差不多，你也需要常常去见你的朋友了哦，各方面的朋友都算哦。其实这里也说，然后如果这里是说，有新朋友可以认识的时候，尽量去哦，因为愚人牌出现在这里了嘛。对于未知的探索、无限的可能性，去挖开新的路径来说，这张牌是非常好的。我刚刚说这条牌是路径嘛，它就是告诉你说，你如何去找到那一个门、那一扇门的路径在这里，就是越多看起来未知的陌生人、未知的场域的就去哦。如果朋友带你去，就尽量去，因为最近的这个相遇的浪漫值很高。那我看一下其他点哈，其实这里也开了一扇门哈，远的路径开一扇门，这里也有，哦，这里也有。好，我觉得你要遇见他哈，3条路径都有开门，工作上也有可能会遇见他，所以你跟他相遇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们工作有相关，或是你工作上的朋友其实也认识他，工作上的路径有开门哈，然后一般去认识新朋友的路径也有开门，然后这边还开了一个，我觉得有点算是偶遇邂逅的门也有开。这3个门都开，我觉得他在证明一件事情是，这个人在你附近环绕的距离非常近了，所以他任何的可能性都有。他在你附近，他穿梭在你的人际关系间、工作圈，还有随机的生活里，他都有在。他出现在你眼前的几率极高所以唯一的你要做的是，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但是我又觉得他在你的社群网络上出现的几率也很高，可是你不见得能意识到是他啦，因为这3条路径都有一个特色是，你的人际关系交往圈会成为一个桥梁，算是个关键，算是个很重要的引力吧、借力或是媒介都算哈。来，那我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核心的定义点怎么判断呢？哈。好，我看一下3个定义哈。第一个定义说，你们的遇见，然后相处，只是让你们进到爱情的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心灵的探索，这个过渡讲的就是这个心灵的探索，它不是一个刁难，它是一个过程。这里说，它就是要让你们抵达完成的那一刻，就是确定爱情的那一刻我说过，你们这一组一定要通过内心的心理灵魂的价值确定好之后，才会进入爱情。这里确实是说了，它是一个过渡的旅程了。那这里有一个分离的状况了哈，我觉得他这里就是在讲你们的灵肉分离的一种概念啦。你们不太会被外在肉体的好坏所成为一种绝对的致命的吸引力，而是内在的灵魂的契合、交集跟方向感很契合，才会成为你的致命的吸引力。所以在这边的所谓的分化分离的能量在这里其实这里在讲的是，在你们一遇见的时候，这一个肉灵分离的吸引力就分开了，你们就是灵魂成为绝对吸引力为主轴啦。其实在遇见的时候就已经，因为这边是遇见嘛，遇见的方言这边说，这个灵跟肉分离的吸引力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就分开了所以你们还是比较重视灵魂的价值。这里说了一个这个牌的核心讲的叫做一种短暂的挫败跟小阶段的坚持。他这里说，其实你们快遇见了啦再等一下。他才说一个小坚持嘛，短暂的挫败就是好像没有，但是快要出现了，再忍耐一下。这里说的是这个好，所以我想这组，我觉得大致上，如果你硬要我觉得这个牌面上的一些小建议的话，我会觉得顺其自然。
你想探索什么就探索什么，不要因为你今天看到这张牌，你觉得你们可能探索太深内在心灵的东西，会拖慢你们进入爱情。我觉得没关系，因为你们的确定要不要成为恋人，前面有一个很高度的确定性要存在，你们才会进入不然会有点绑手绑脚的。所以如果你想确定一下内在灵魂方向的价值，你要确定很清楚，那就确定，因为对方也会很确定，这不是只有你，因为这组牌讲的是双向，两个人都会非常确定这件事那你就期待一下，这是一个我觉得我这一年来算的牌里面最要求灵魂契合的一组牌我很少会发现它是这么的钻牛角尖，我必须说它有点钻牛角尖，要怎么灵魂要这么的契合好，那就到这。那我们来看一下2张天使历法牌给的你们2个能量最靠近、能量最强的2个时间点它有可能是讲你们认识的时间点，但也有可能是认识之后2个关系最紧密的2个时间点好，你自己去感觉啦。好，我来看一下最亮的，这里1张他拖了这张出来了，就这2张。好，再来是这张，这张牌讲的时间应该是在8月第2周开始，第1周尾也可以8月那这里抓的天使表抓的时间点是12月中，就这2个时间点那你可以体会一下有点远，但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因为你也差不多要去重新进入你的朋友圈。记得这里提醒的朋友圈不是你现在很熟的这一区朋友圈，它有可能是你最熟的再往外延伸一个朋友圈。还有这里有说你的旧朋友要去见一下旧朋友要去见一下可能那个距离里也有来，那好啦，我再抽1张啦，我觉得好像缺一个时间点，我再抽1张。好，洗来，我们刷3次，如果没有掉出牌就抽最上面。好，最后1次。好，这张。这个时间点是10月中，好，就这3个时间点，没了。好，你就感受一下这3个时间点，那再来3张动物灵卡，不过有的时候你觉得时间很远，我都还是要把那逻辑告诉你，每一个时间点前面都会有2个月半或3个月的一个周期，只是能量比较弱。3个月前会有一个，譬如说10月前面在7月，然后4月，那能量点比较弱，但你还是可以多出去。你可能会认识他，你可能会跟他在同一个场合，就看他的能量跟你的能量哪一个能量比较强，哪一个主动性比较强，因为中间是宝剑骑士，只要你们2个很靠近的时候，那个主动性就会出来那只是这3个时间也是比较强的，这2个更强。这个是因为我们多翻，我觉得它能量会再弱一点。我觉得这2个更强所以这2个时间比较重要你可以感受一下，或是你可以等到那个时候再尽情的去跟朋友出去也可以啦，看你来。我觉得要修正一下，不是说这2个时间你要尽情的跟朋友出去，而是前面都要，只是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能量更强的事情发生了来。3个动物灵卡给你现在的生活的建议好，这张牌讲的是说最近有一些好事情，之前努力的事情差不多要升华到一个好的结果了啦。你要有信心的期待不要觉得说我已经等了很久了，它应该不会发生。不要气馁，它慢慢的，它快要出现了。那一个你所期待的好事快要出现好，再来这张说的是最近你身边有一些好的能量会主动来保护你那相反的，如果你最近有一些需要帮忙的，也去求助于你信任的人，最近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助力来，再来这张，这张说的是我觉得这张都差不多我觉得这2张先分开来。这张说你最近有一些事情，然后有正负能量的交换，所以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阻碍跟
困难，可是不要紧张，那是正负能量交换，表示有点否极泰来了。你先忍耐一下，好的事情就会出来，就像这里哈，好像期待已久的好事情将要出来。好，所以这边又说，如果你最近有一些困难，可以去找你的朋友帮忙，因为最近你附近有好的正能量，你可以去寻求资助，他们会帮助你度过哈。所以度过完之后，好的正能量就会翻过来哈。这张牌有一种连续哈，你体会一下。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哈。2号牌的朋友，我看完，我觉得我需要给一点小建议，就是这组牌有一点刁钻的，非常寻求水能量、直觉能量、女祭司能量、教皇能量，这3个能量很强，所以它会让你们2个的相处本来应该走向于水能量的浪漫，可是却会太拘泥于去追求2个人在身心灵上的默契，主要是因为你们相遇的时候这一点的默契非常高，好像讲什么身心灵的东西，讲神秘主义的东西，讲占卜，讲什么水晶各方面的课程，心理各方面的课程都非常有共识，然后2个人会进入2人世界，好像不在乎旁边的人有没有听懂，你们2个只要听懂，2个有共识能够对谈，因为你们会有一种终于找到在这个主题上有非常高度共识的人，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人可以跟你聊，而是这一个人会非常有默契，但是这一份默契会让你们有一点点忽略或忘记，其实这一份契合的能量是期待已久的恋人。记得关键点是在这，他会起雾，他会因为这一种默契跟共识产生一个雾气，然后让你们拖慢了你们进入爱情的状况。但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只是我怕有些朋友比较迫切的希望赶快进入爱情的朋友，那有一个方法就是，因为还有其他能量嘛，火、土、风能量也要去好奇一下。土，你们要多生活，一起出去，然后用各种不同的主题，可是都不一定要谈身心，可以谈别种东西，运动啊、旅行啊，各方面更土能量的，去逛。譬如说花市啊，这种跟生活有关的土能量，或是火能量，运动这种运动旅行这样，或是风能量，去看电影，去做一些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或是去听意想不到的课程，跟身心灵没关的，去探索一些别种类别的主题，来去把其他的能量也去补齐你们2个的契合度，不要完全只专心于一种跟宗教啊、身心灵有关的、神秘主有关的这个，你们可以跳脱一下，才让你们的关系比较健全。那这样子比较健全的时候，你们会发现，确定爱情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刁钻，没有那么挑剔，这样会比较快。这个是我做的提醒，你可以感觉一下哈。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哈。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3号牌的朋友。那今天的题目哈，来，我们一样哈，先从看一下你们2个人的大趋势来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谁要给你万千宠爱哈？来。那它这个大趋势，你听久了你就知道，它这个大趋势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段了哈。我们会分2次，我们先翻这一组就比较长的时段，有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你们的发展，通常都是你们认识之后的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3段时间哈。那后来再翻的话是比较小段的啦哈。来，我们先看这个，让你有个概念哈。好，来，先第一张，我们都先翻金星能量哈，关于爱情的金星能量哈。来，水星，来，再其他我就不多说哈。好，你们会顺着一种很强的直觉，然后找到彼此，然后找到彼此的时候，也会顺着一个非常强的直觉来认可彼此的存在，这是你们心底的那一个能量的连结啦哈。然后你们的对谈、交流、交往都有逐步在进步，尤其是内在的部分哈。那你们在彼此内在的感受，是让你们2个非常有感觉的一个关键地方，内在心灵的东西的契合度哈，不是一些表面上啊的条件上的要求，比如说要多高啊、要多有钱啊、还要做在什么的，不是这些。
你们真正互相喜欢的是心灵上的那一个契合的感觉，也可以最简单就是来电的感觉。可是那个不肤浅，它很深入哈。你们在第一次对谈的时候，或是初期交往对谈的时候，互动的时候，就以能不能相处的比较远，看不看得到未来为核心的重点。那从这边看起来，你们从一开始遇到的时候，那个契合度、各方面的能量、四方的能量的集合、准备的那个幸运值都很高，因为一开始就命运之轮嘛。也就是说，你们在遇见之前，或是我觉得应该就遇见之前，很多能量都已经先准备好，才让你们遇见。他的这个准备是准备好了让你们契合的。好，所以你们一开始我觉得磨合的程度，需要磨合、需要花时间相处的没有不算，我觉得没有出现。一开始就非常契合。从比较冷静、严厉、理智的角度来判断的话，其实你们的关系里面比较着重于要求说未来在哪里，我们能往哪里走。如果真的要吹毛求疵，要求两个人是否能在一起的话，应该是往这个点去。但很幸运的是，光你们开始开启这一个话题的时候，就找到很强的契合点。其实你们对未来的展望，该走到哪个位置才会在一起，才能够确定关系，都是非常有耐心的。除了有默契之外，而且都是有非常有耐心的，而且对彼此有信任感。该说有寄予期待吗？我觉得一开始的契合度就不错，所以是寄予高度的期待哈。那你们两个欠缺的心灵的内在的想法、跟的交流很不错之外，可是你们欠缺的一个是灵魂的直觉。你们的灵魂，我觉得不算熟悉。所谓的灵魂不算熟悉，就是说也不太猜想得到对方心底的那个小声音，或是一些内在的痛苦、黑暗面、深层的东西，需要花一段时间才会发现。你们这个部分就比较弱。那我们就讲一个简单的啦哈。智慧跟智能、智商啦，这两个部分里面就比较有契合哈。谈论一些智慧、比较有智慧的事、比较有深度的事，或是讲一些比较金钱的未来的生活的一些计划的东西，很契合。可是你们总觉得心里有一种只有自己听得到的那种内在的声音的时候，不被了解、不被猜到，或是很难诉说，也很难被提问，这个部分就有距离哈。这个可能就是你们这一组关系比较需要我觉得算需要互相学习了哈，因为从这里，在这里哈，无论是感性或理性的位置哈，一种比较遥望的东西了哈，或是比较近距离，这其实是火星位，只要比较近距离，可是出现星星派，也就是说你们两个彼此最内心内在的东西，真的要走到比较后面才会比较理解啊。这里也是，这里本身已经比较远了。但是又摆得更后端。简单来说，就是你们初期在一起的时候，彼此的契合度有，然后走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或前面一段时间都觉得相处的还不错，都很舒服，也可以在一起接近感情。可是心里总有一种没有被看透，然后却渴望被看透。心里总有一种不用多说什么，就能够被知道自己内在的想法的这个直觉，两个人互相没有，你猜不到他，他猜不到你，所以你们的相处很需要收集很多线索，收集很高度的理解，才能够慢慢达到那一个默契。也就是说，你们在一种直觉上的默契的契合度，前期、初期不容易出来。那这里也就是讲说，不要要求那么多，这个部分也要花时间。你们这个部分就要花时间，那其他部分都很好。如果你以生活在一起，生活的节奏、生活的频率、生活的那个就很契合了那而且情绪相处起来，情绪的起伏也不高，很平稳，很和谐然后相处起来都有一种淡淡的滋味，淡淡的甜蜜，不浓厚，但是有。你们真正的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很像脑内高潮的感觉情绪上、对话上高潮的感觉，就是很嗨不一定要讲高潮了，其实很容易达到很嗨的状态的，是你们在谈论一些未来的梦想、未来的东西、其他的计划、有计划性的人生的方向，这种你们就很有感觉。规划人生的一步一步要怎么往哪里走，该往哪里走，怎么建立家庭，或是怎么两个人和谐在一起未来什么的。很多，这个你们就很嗨，然后就很有默契，这个部分就可以。
那以金星的角度来说了哈，你们的魅力是存在于两个人都很喜欢坚持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想法，只讲自己的想法。这个然后有点两个人互相不让哦，可这个就是你们两个的魅力所在。你们也不希望彼此太将就于或是委曲求全于这个份关系要改变自己，其实你们不要，你们喜欢彼此有非常强有力的自我哦，这个让你们互相喜欢。水星能量也是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无法被矫正啊，你们两个本来就会用这个方式来表达自己，这跟爱不爱自己没关系，这跟喜欢表达自己、具体的表达自己、坚持自己的想法很重要哦，你们都觉得很重要。这个就是你们两个魅力的连接的所在了，哦，所以其实要以很理性来分类这组，还是很感性来分类这组，我觉得这组还是偏向理性，还是偏向理性哈。但是你们要学习应用自己内心的直觉、感性的那一面，我觉得应该是更深的直觉的那一面，这是你们两个这一题的课题。我们看后面会不会翻到，哦，来，好，那我们一样哈，从这里。我们先来看，你们两个现在已经认识了吗？哦，好，这个我等一下再解释。没有哦，3张都没有，有淡淡的能量没有连接哈。你们中间还是太多阻碍哦，太多阻碍哦，还没有太靠近。我觉得目前距离上都还没有太靠近，没有在附近哈。快要有了，快要有了，然后还没有很近哈，快要有了，然后有路径要让你们认识了。好，那基本上你们现在的能量还是处在一种互相相斥、互相防御、互相阻隔。哈，即使你们靠得很近，也没有认识，现在没有。那有一条通路有出来哈。你们身边应该有正在处于恋爱的朋友，或是已经有伴侣的朋友，会成为你们的路径。那他会成为你的共通朋友、共同关系，然后介绍你们。哦，会有一对情侣，他们会看得到你们两个的合适，可能是你们是他们各自的朋友，然后会看到你们两个很契合，所以他们的第一语或他们的声音会讨论，会觉得说，其实这两个人可以认识，所以你们应该会因为正处于恋爱的朋友来看穿、看透你们两个有恋爱的本质，把你们做介绍。目前看到的路径是这样哈，我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路径，因为这个是已经算是蛮明确的一个方式了哈。这样哈，但是还没有那么快，还没有那么快。你们中间还有一些风能量正在混沌中，但是这个风整理的不错了哈，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方向了。所以你那一个朋友，我觉得目前那一个朋友他们哈，差不多快有这个 idea 出现了。这个桥我觉得快搭出来了哈。那从这里的路径来说的话，我看一下，我把这个路径看清楚哈。都不够强哈。只有中间这条路径，上下这两个路径都还有一些需要挖掘的条件。哦，虽然其实如果命运之轮这能量是里面极强的能量的话，我可以先判定它离你不远。那从这个朋友圈的关系来说，它确实离你不远，只是你们一直都没有约在一起。哦，我觉得在朋友圈的关系里面，介绍关系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朋友圈，不是工作的。今天你们这组很吃别人介绍，非常这不是命运之轮。我一直以为这是命运之轮。我更新一下哈，没有很近哈，没有很近，但是有偏向工作范围哈，更新一下哈，没有很近，现在都不算很近，因为其实其他位置都没有很近啊，所以这个如果不是这个不是命运之轮，这个是金币一，那确实没有很近哈，然后做一些更新一下哈，那。会有很特别的事情发生，让你们相遇，所以可能是他们有想说一个饭局邀约，或者什么生日来去邀请你们同时出现哈。因为这座桥需要靠别人去把桥搭起来，这个能量很强。
那什么时间？时间这个地方被冷冻了，被收藏起来后，女祭司出现在时间的位置，所以没有特定的时间，只能等待那一个好运气出来哈。所以两个路径近跟远的路径现在都，这里是封锁的，这里是完全停滞的哦，所以它其实离你不远。映射下来的话，它其实离你不远，但也没有特别近，但是真的不远，就在这个朋友圈，就2轮朋友圈里面。哎，这里看起来他自己走来的路径，走到你旁边，巧遇偶遇的路径都没有出现哈。这里也是堵死的，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只有这一条哈。你们的遇见很多附近，简单来说，如果这一对情人或是这一对好朋友，哦，他们一直都没有一个灵光看穿你们两个很适合把你们拉在一起的话，这一条其实其他的路，你们自己遇见的路都没有出现，就是很仰赖他们发现。好，来我来看一下。好，看一下这里，我把这里都看完。这张哈，这张的本质链接上面说，这是一个完美的神的安排。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把它放在你们的相遇的话，其实你们的相遇是有安排好的，只是步步艰难，那就表示这一条路有通哦。我来看看这一条路有多通哦。这里说，现在有一些能量是正被压着，压着，在等待最好的时机的时候，呈现出完美的灵魂结合。所以从这样子的寓意去了解的话，也就是说，现在这些路不通，不让你们相遇，是能量被压抑着，它在交换着灵魂的结合的那个结果，所以它在等着，在蓄积那个能量结合。所以这2章的寓意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相遇跟你们的恋情遇见是定好的。是定好的，因为这是神的完美的安排。这里都已经这样说了哈，我们要相信他。那只是说路径上都堵死的，所以我们看不到为什么。有的时候这2张牌不翻的话，你看这些路径，他告诉你，你只会说啊，如果没有我用最浅的方式来形容啦，我会跟你说，基本上你们2个找不到彼此哦，那你们也等不到彼此，只能靠朋友介绍。所以你要多跟朋友出去，好，朋友介绍一些，朋友会帮你筛选好的人，然后介绍给你，然后你再从里面去筛选，去看到他这样子。如果你要我用最浅的方式，我会这样说。那你问我说会在工作上吗？还是朋友关系上吗？我会说就是朋友关系上，工作上的能量非常小。那他跟你的工作上的关联可能会有一点点，但是没有直接影响到你们认不认识的关键。好，所以一定要是都是去找朋友的活动，去参加生日。朋友去哪里喝酒，去酒吧喝酒，去哪里喝酒你就去，好，去怎么聊天你就去，好，以一种想要多认识朋友的方式去，好，这个连结就会出现。那它有2个原因：第一，让你自己曝光，让他发现你；第二，朋友会发现你更多的特质，然后那个 idea 那个灵感才会出现，因为你们2个同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频率挺高的。很容易就筛选出来，很容易就看到。有的时候那种物理性的行动，身体去显化事情也要多做。这组很缺这个，很需要这个。好，虽然我觉得这一个搭桥的路径搭得非常完美，它是一个爱的路径、祝福的路径，可是它连接的希望之点、指引的点是在一对情人身上。那我们把这个关系放宽，不是在一对情人身上，那就是在一对。或是你的朋友正在恋爱的朋友身上都是，所以这些充满爱的能量，他们会有灵感跟奇迹，发现你们2个的合适度。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个哈，那我再翻一张，我想让他翻所谓的你们2个的合适度跟灵魂的合二为一，是否是因为你们2个的能量是相斥的，还是相同的？好，这里说有7种智慧要学习，所以。看来啦，你们的相遇基本上有2条路径哦，因为这张牌讲的是7种智慧的结合，7种智慧的学习哈，我看一下它还有什么路径哈，土气哦。他这边还有说，有些东西需要克服以达成目标。看来
有一些阻碍你们的东西，需要一些时间跟别的路径跟故事线破解。好，看来都不是你们的原因，我觉得都不是你们的原因。我觉得虽然这组非常仰赖别人的直觉，可是今天你们两个只是去寻找自己，这个路径就没有出现哦。从这里再看到，我觉得是别的故事线的路径，所以没关系哦。我时常跟你说，真正的人生是发生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生命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了，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尽量去跟朋友出去哦，让自己的存在感跟能触发他们联想到你的好跟那个人的好是相同的，或是类似的契合度，这个的直觉来得快一点。目前翻起来，我为你所能做的路径翻的牌都只有一些遥远的寓意而已哈。我再翻一张，再没有就没有了。好，看来是弱弱的哈。这张牌讲说，你们之间有很棒的基础啦，也是讲一个比较偏远的，所以他没有讲你们如何去促成自己，就像所以没有。所以这里答案是你们的相遇是设定好的，而且整个能量上各方面都是稳定的，就只差相遇。但是这份相遇的契机，希望靠现在处于爱之中的朋友去触发这个连接，但是他们有可能是随机的，也有可能是一个随机性的哦。为何说其实也有一个随机性？因为这里的死神牌带来的那个随机性，它的随机是带来说，它有一个很奇怪的能量的转换，会出现一个特别的事件点，所以会有负正能量的交换或正负能量的交换的时候，会改变了上面的路径，让你们在某一种可能的随机的邀约中遇见，就有可能说你的朋友突然心情低落，想要邀你出来，然后另外这个朋友跟这个朋友也有约，然后那个朋友又约了那一个你应该要见到的人去，就变成4个人见面，就这样就凑在一起了。我说的是这一种离开爱的突发事件，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邀约。所以这个随机性也有，主要是这里的暗示说，在某一个很小的、重要的、美好的能量的时刻的时间点，有可能会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好，那就是正负能量的交换的时间点。好，所以也有可能这个。那基于这些基础，就是一个你要多出去，邀约就去，甚至你可以邀朋友去。你是可以邀朋友出去，问他说：“你有没有别的朋友可以带来一起聊天？”也有可能，你要自己去创造这个机会。这一组非常仰赖这个有点辛苦，但是因为这个人就在附近，他就差你一圈的朋友圈好，那再来好了，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个契合的同步率多好因为上一组牌已经看到你们其实都不错啦，可是灵魂的距离都没有出现，我们来直接往更深度的位置去看不错那就欠开发了。我看一下怎么欠开发法。你们的灵魂距离不错，是圣杯国王。我觉得其实你们灵魂是直觉是相同的、雷同的，可是都被局限于自己的世界里，忘了连接。如果以灵魂家族或是灵魂宇宙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们算是隔壁的花朵的同一种灵魂，虽然不在同一个区域，可是却都发挥了相同的功能去影响附近的灵魂。你们有同样的功能相似度，所以其实你们内在的直觉根本是相似度很高的。那也因为可能都太执着或善用于自己的，所以不需要对方的。所以你们两个在相处之后，未来你们对于内在的直觉就猜不到。虽然很类似，可是他太仰赖自己的，不需要仰赖对方的，所以就忘记了去猜想对方内在的。然后会一直以为自己想的都是对的，其实不一样你们虽然灵魂的内容价值很雷同，可是你们常常在不同的时间点发挥出不同的功用跟不同的方向性。
跟不同的想法。你们要到很后面才会发现说，其实你们的内在灵魂那个想法是非常像的，要花一些时间才会发现哦。那至于你们往未来走的路径上，你们是走在一起的，是走在爱的路径上，是走在节制牌的路径上，是走进设定好的路径上，一样的，一开始就一样，只是你们一直没有遇见。其实你们应该一直常常出现在附近，可是一直没有人把你们想到你们两个可以认识这边有说，其实你们一开始认识，第一次认识，第一次对话，就有一种非常契合、很友好、很快乐、很欢乐的状态，基本上能够立刻做朋友。如果你们只做朋友不走爱情，你们可以当很好的朋友。同步率也很高，你们同步率也很高。从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你们甚至不当爱情的话，你们还可以当很好的室友，你就知道这个契合度多高。因为本身在本质上最浅的本质上是可以生活在一起的，生活的节奏、生活的方式各方面，你们是可以生活在一起的，是可以当室友的。好，你看这里，你们真正的阻碍跟没有共识的地方，就是心灵的部分，心灵的困扰，心灵最内心的黑暗面。这跟我们刚第一组牌，我刚是不是就已经跟你说了？这边有说，因为我在翻的这个是最深渊、最深的声音，你们两个没有办法交集到的东西，就是内心的困扰。即便你们做很好的朋友的时候，做室友的时候，可是失恋的时候，却还会隐瞒那份痛苦，假装没事，不让对方知道，不让对方担心。这就是你们两个欠缺的那个灵魂的直觉的沟通。所以，即便当朋友的话，有一个人失恋，另外一个人竟然会猜不到，会没办法察觉到，因为隐藏得很好。可是如果你们内在灵魂直觉很强，其实你立刻就会知道了，这就是你们两个的那一个断桥，中间的那一个断桥没关系啊，慢慢的会学习到了。那这边告诉我说，你们两个的爱情关系是建立在互相崇拜、互相羡慕、互相把彼此当偶像，互相把彼此当成是一种仰望的、想要追逐的一种理想的样子。所以其实你们两个对彼此都没有达到，对彼此的看法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状态，难怪内心没有办法直接的这样交集黑暗面。不过啦，还好啦，慢慢的走就有了要花一点时间，这都是前期的状况。但是这里被提醒了之后，也许触发的内心的交流就会快一点了啦。我看一下这里，这个其实没有必要翻，但我翻一下。好，你们进到那个内心的速度比我想的再快一点这边说蛮快的，那这边也是看来要丰收的该领取的东西后面会有，但是没有那么快，都没有那么快你们没有太大的差异性，其实没有你们以为的太大的差异性，内在心里没有你们其实打一个比方，你们其实是在同一个田地里面生长出来的果实，所以你们非常熟悉彼此，知道，而且你们还有一些成长的环境、成长的背景，各方面其实都很相似。你们从哪里来，各方面虽然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家庭什么，可是其实你们经历的东西都很类似。这边很多都在说，完全没有任何阻碍你们两个相处跟在一起生活的困难，难的就难在相遇难，这组的问题就在这里。太仰赖别人了啦。你们很像是，你知道你们很像是整个大群体里面，然后两个相同稳定的端点，要维持这整个范围大圈圈里面的平衡，所以你们不能够相遇，所以才会在这一个大的朋友圈里面，才会觉得说，其实你们两个很近，可是一直没有认识到，因为里面的人，你们的朋友圈认识的人都认为你们是不同世界的。所以，如果你们未来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很多人会说：“真没想到你们两个会在一起，会有这样子的看法并不是因为你们的背景或不同，什么都不同，而是在观感里面，大家就会觉得其实你们是很遥远的两个人很少人会有直觉觉得说，其实这两个人是可以在一起的。他必须要在这一刻形成这一个直觉，这一题很仰赖在爱里充满爱的朋友想到这个直觉。但是我在这个位置看到了特别的灵感，就是也许
有些朋友会在感受到负能量的时候，才灵感发现说，为什么不把你们两个凑合在一起？那个负能量叫什么？看到别人失恋，看到别人单身很久，感受到那一份落寂的负能量，才想到说，这两个人也许凑合让他们认识，就不会让他们两个单身很久了。这个灵感会从负能量里面转换成正能量。这里我说的就是正负交换的能量出现才会有哦。好，大概能看到的契机点就这些了，然后。来啊，有这东西我想翻哦，这里翻出答案了。他说，你们两个的二元性是以一种神圣为基础的，那跟我刚刚讲的这个圆两个完全相同的去挟平衡这整个状态的平衡一样。你们这个就是神圣的二元性哈，就跟需要有白天也需要有晚上哦，有白也需要有黑。有光明的也需要有黑暗，有亮也需要有暗的，是这样。你们两个是这样子的存在，所以一个神圣的对立哈。无论你们的能量进到某一个你们的两个能量就是一起进到某一个空间的时候，就会打散到两边，各占50-50，这就是你们两个平衡能量。所以当你们两个相爱相恋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没什么争吵，你们能够沟通所有事情，而且还能够很高频率的高程度的互补。那这个互补，我觉得它不是建立在你们谁擅长什么、谁不会什么的这个互补，而是你们的互补是就在一种分工的状态。因为你们的能量相等，所以你们会存在一个分工的状态。所以回到刚刚上一个牌阵的讲法，就是说你们会在一种比较理性、直觉的相处里面慢慢相处下去，后面才会有一种内在的直觉。才会猜测到内心的世界。为什么会这么慢？因为你们的相处很融洽，不需要先猜到内在或是彼此需要什么。因为你们在任何有困难的时候，有人一弱，就有人会变一强。哦，你们会随时在这个平衡之中高高低低这样子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这就是你们相处的模式。这个是你们的彼此的默契存在的默契。就像这组牌，这个牌说的。我说你们是两个灵魂家族的不同花朵里面一样位置的人，所以你们其实彼此并不需要彼此，但是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会一直处在一种神圣的二元性，做一种强力的分工，一个70，一个就30，一个50，另外一个就50，做一个强烈的分工。你们应该算是同一种能量，可是，在同一种能量加起来是200%，可是因为在同一个空间只需要100%，所以你们就会让自己委屈到两个是50-50，因为两个人要在一起。可是我这边看到了未来还有一种更强的发展性，你们会变成更高级的100%，再更高级的100%，所以你们两个相处下来，可能有机会去创造新的事业，或是两个人支援彼此去达到更高的梦想，或是两个人创造自己彼此更高的梦想。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加分的组合。但就是仍然要说，欠缺的就是，其实你们的浪漫值不高，哦，因为你们务实能力很强，所以内在的心理的东西还是要多说。有痛苦或是有难受阴暗面，不要自己躲起来，还是要多说。可是我必须说，这件事情不容易出现，也不容易做到，因为你们靠自己就可以了。其实你们觉得自己化解掉就可以了，而且你们也有很强的这个能力。好，那我没有说知道内在的东西是一定需要的，但是我觉得有会更好啊，有会更好。来，好，那时间点的话很难猜测啦哦，我只能这里立法牌天使立法牌给你2个时间点，这两个时间点我们抓的是何时，他们到底何时有比较强的灵感，能够想到说，其实你们两个是可以互相介绍的，可以凑合在一起的，好吗？好，来，就这2个时间点，所以这还是不关于你们啦，但是我给你们一些期待哈，这2个时间点比较强。那个时候的前后就尽量去跟朋友出去哈，看看会不会有各种影响哈。这张牌讲的时间大概是落在9月初，9月初，好，来。这个时间点是落在6月底，好，差不多就这个范围里，好，差不多这个范围里。那这个时间点的前后都有2个月半到3个月的一个周期，或者比较小的能量，可是这2个能量是比较大的，让你期待一下啊。好，那再来是3张动物灵卡，给你现在生活的一些灵感跟支持，建议。好，来第1张，好。
第一章讲的是说，最近如果有一些需要做转变的选择或是决定，尽量的去做。好，因为好的能量在这个决定之后就会往上爬。好，再来，这里说的是最近有些事情需要耐心，需要一点耐心。如果你觉得有点难支撑，再支撑一下哈。最近很需要耐心做事情，或是人际关系很需要耐心哈。现在好像有点低哈，要把那个耐心撑回来哈，拿回来使用。这里说最近有些事情，我觉得是搭配这个。最近有些事情是处在一种要结束的状态，就把它结束吧。因为可能在搭配这个，有一个新的东西要来了，所以该结束的东西赶快先结束哈，不要眷恋，不要拖泥带水。那它这里有一个暗示是，可能要断舍离，有些断舍离的东西断舍离一下哈。好，他会这样说，就表示有正负能量交换。记得常常有说正负能量交换，好，断舍离就是一个正负能量交换哈。新的不去，旧的不来嘛。你旧的不去，你没有一个新颖的新的概念要进来，好，不需要就先剔除，但你可以交换新的先进来，才知道把什么旧的丢去，好。反正这里有一个正负能量交换，新旧的交换也有哈。好，这个比较重要。这里说有一些转变性的决定要做因为好的东西在后面，因为后面审判牌跟着有一个扬升的能量你需要去做决定。好，来，那这就是3号牌的朋友哈。那这一组蛮难的而且我们真的无能为力，我们去仰赖其他人的直觉，那我们就期待吧就乐观的期待吧好，那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